大家好，我是 Liz。今天我们来到台北米其林1星的餐酒馆 Longtail， 要来找林明健主厨哦。先前很多人敲碗想要看 Longtail 的厨房开箱，你要 Longtail， 我就给你 Longtail， 好不好？那今天更特别的是，除了开箱厨房以外，林明健主厨还会帮我做一道菜哦，到底是什么呢？好令人期待哦！现在我们就进去找他吧。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有一整排米其林的奖牌哦。Longtail 从2018年开始，已经连续5年都摘下米其林1星的，而它是在2017年才开幕，所以摘星的速度很快。这边还有一个很完整的酒吧，当初 Longtail 的设计就是希望可以结合酒吧跟餐厅的概念。它有一点很酷的是，这里你直到午夜12点都可以走进来喝一杯酒，并且点正式菜单上面的料理来吃哦。他希望厨师朋友们下班也可以来这里用餐。那当然，你想要吃米其林星级的宵夜，也可以来这边喽。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去厨房去找林明健主厨吧。Hello Liz。Hello。欢迎。谢谢。我今天要第一次来你们厨房。是的，欢迎你。对，真的是第一次来吃饭吃过了。对。OK。听说你们厨房空间利用很聪明。也只能这样子，因为其实我们整个厨房其实没有到很大，因为我们的定位都是以餐酒馆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去规划。但是做完以后呢，其实客数啊各方面去上来的话呢，变成我们只能去用现有的条件去克服。就客数的部分好像也可以来聊一下。但是做完以后呢，其实客数啊。接下来就让你带我们进去了。好，欢迎。那我也可以先稍微介绍一下，虽然我们没有很大的一个厨房，那大概的话呢，我们的规划的方式的话呢，我们从这里的话呢是一个pass， 就是我们说出餐口这边，还有单子进来也是在这里。等一下，你的 pass 只有这小一区？就是这里，对，就是在这个位置。所以你看到旁边有一个那个 POS 机，就出单。像你的好朋友开后，他的 pass 是你的这一整条，他一个人站可能就已经站满了，所以你这一条就有3个区域了。对，我这条就是基本上这3个区域。一开始的时候呢，我就是说我们还是要放一些盘子，所以我另外加了这个 extension 在这边的话呢，就是用来放盘子。这边有这个接上去的，没错，痕迹。其实站在那个冷菜那边的话，其实确实那个空间没有很大，所以你可以想象，有时候2个人的话呢，其实真的是有很多的身体的接触在里面。你来你餐厅工作是不是要量一下身材？那看，比如说我在这边做事的话，看你就 OK 了。你及格，你可以来这边工作。我可以哈。对啊，其实时间久了，我们就也习惯了这样子的一个模式。你们2个常常屁股对屁股吗？对，因为蛮多时候。是吧？因为你看在这边。你要做东西，基本上后面就会真的是直接就碰到。如果你在后面，我还开不了冰箱呢，真的。OK， 大家都知道每个人的身材嘛。差不多。排班的时候可能要考虑一下谁跟谁这样子。那其实在这边的话呢，你也看到我们所有的一些餐盘都会放在这边。那特别的话呢，这次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餐盘，我们可以拿过来一起也可以看一下。其实这次的话呢，我们特别的跟英哥的2个陶艺家，还有就是 ADC Studio 的那个设计师Karen 去合作设计了 Tasting Menu 的所有的盘子。这个像是一个恐龙蛋。没错，是蛋。因为呢，Longtail 的话呢，其实这个名字其实是蓝雀，台湾国鸟蓝雀。其实它的蛋呢就是蓝色，就是像这样子粉的蓝色。特别是它上面那种。好像破墨这样子的一个手法的话呢，让它感觉好像真的是像一个蓝雀的一个蛋。像这些其实都是手工的，这些也是用手捏出来这样子。对。那像这个是放主菜吗？对，这次的话我们放鱼的料理。OK， 双色的这个。对，其实这个呢也很有趣，我很喜欢这个形状啊，跟那个整个的那种感觉。刚好这次以后我想到一个羊的那个 spare ribs 的一道料理，我自己觉得是很 match 在这个盘子上面，因为整道料理的话呢，其实也是很简约的。还有呢，你可以想说，
有没有一点像那种 infinitive 那种感觉？哦，就是有很无限符号。对对对，又好像有很多那种想象空间在里面，也是可能比较少看到的那种 shape 这样子。哦，这个看起来像茶杯，这会装什么酒？让你来吃的时候就知道了。这样子要卖一下关子。现在我们来到的是热区，从我左手边的开始，我们就是有一个 combi 的 oven， 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油炸炉，这个我们叫 flat top， 对，有些人也会叫French top， 基本上就是整片都是热的，那就是都可以放不一样的锅子这样子。现在这边在煮是 caramel， 对，我们做糖，我们在做一个 sauce， 我们现在配鸭肝饺子的一个 sauce。哦，对，其实我们焦糖的话呢，不需要到非常的深的颜色，对，稍微就是light caramel，light caramel 以后的话呢，我们就把其他的像葱啊、蒜啊、辣椒啊这些东西放下去的话呢，炒到它所有的甜味出来以后的话呢，我们就把其他的一些 lime juice 啊、鱼露啊全部放下去。哦，好香哦。其实很多菜里面的话呢，我都会把一些蔬菜的话呢，就是慢煮，把所有的甜味都把它炒出来。这个要怎么控制火候啊？我们是用拉不一样的位置。因为它火的话主要在中间，所以的话呢，可能我们想低温一点，会拉过旁边一点点，用这样子的话，因为它其实每一个点的话，可能温度都有一点不一样。那这样子一锅是可以用几份？因为我们这个也是我们其中一个蛮受欢迎的一道料理，所以可能大概3天4天吧，基本上就用完。焦糖、蔬菜酱里面加了这个鱼露，没错，听说是台湾没有的。是的，你可以看到这边是60度，浓郁，浓郁的风味。对对对对，还有呢，这个是用提鱼，用 anchovy 去做，因为其实鱼露的话有很多种，有些可能用鲑鱼啊，有用一些虾啊，可能用很多不一样的海鲜，其实都可以做出来。真的是很浓郁的。对对，有一些是可能很薄啊、很淡啊这样子。对。因为我觉得像这些的话，其实就跟酱油啊、跟所有的调味一样，你这个东西不一样的话，其实你那个 sauce 的话也会影响到不一样。所以其实我们很多 sauce 里面的话，不管是酱油啊、鱼露啊，我们都是有特定的一个品牌。了解。有一些是不能去替换的。好想买哦。这哪里可以买到？啊？这哪里可以买到？找我。我们来开个团购。OK。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就是4个明火的 burner 这样子。平常我们备餐的时候呢，会直接用到这样子。但是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上面还有一个炭火的一个炉子的话呢，就是当我们去service 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把这个 set up 出来。基本所有的蛋白质啊，或是一些面包啊，我们都是用炭火去处理这样。所以你出餐的时候，其实你就牺牲了2个的这边，对，牺牲了2个 burner， 对，牺牲了2个 burner。有在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基本上就是有一个啦，用来放水，用来比如说烫我们的鸭肝饺子啊，或者是一些面食类的东西。所以基本上晚餐我们只有1个 burner 可以用，在这边有再加上可能一个煎台跟那个 French top 这样子。这个厨房真的不大哎，所以同时可以有多少人在这里？我们一个 service 晚餐的时候大概7个人吧，含点心的话，对，6到7个人。OK， 而且同时要做 tasting menu 跟单点。对，同时 tasting menu 跟单点。我们现在在菜单上面含甜点大概接近30道菜。哇，对。那你们怎么样去 organize？就是有很好的 organize。我觉得也是从一开始我们就是要 run 一个 system 出来的。首先我觉得就是recipe 的话呢，我们都是很精准的 recipe。我们所有东西都是用 scale 的话呢，我们都是用称到0.1。来，现在有那个重量有秤吗？对啊，在这里。对啊。我第一次看到充电的秤。是。这个也是我刚来台湾的时候呢，那时候在 A Choi 的时候我们都要用秤嘛，0.1这样子。其实你用0.1的秤的话呢，其实在坊间也蛮多的。但是呢，那时候呢，就是一直卡在都是用电池，或是你就是一直要插在来用湿电。我就不喜欢，对，因为我很喜欢就是用充电，一方面又比较这样子 recycle 也比较方便一点，比较环保一点。对。所以后来的话呢，找了很久了，终于找到这一台的秤。有呢，它也是0.1，有最多到3公斤。我现在每一家餐厅都是用这个，都是用这个。对，我们所有的 recipe 都是要称分量这样子。
然后 even 到可能到最后，比如说这道菜可能有汤汁啊或怎么样的话呢，这个汤汁也要称分量。哦，真的。对，所以有时候出餐的时候呢，它每一个汤汁直接称完分量再出去。哦，真的哦，每一份餐点都要称。对。那有一个 recipe 吗？是有一个表，大家可以参考。对，我们 recipe 每一道菜有 recipe 上面，比如说我们写 pick up 的时候，可以看到那个 recipe 吗？有啊，我看看，可能有一些东西是你多个5克，多个10克，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对口感的话，可能就会有区别。哦，这个是什么葵花宝典之类的东西？这个是你们所有的 recipe 吗？还没有，还不是全部。哦，酷哎！你的那个食谱就是也还蛮好量的，对，不会什么158克。也会有，比如说有一些是来，比如说像这些有一些是来1.5克啊，像这种像1.5克的盐啊这样子。所以你每一次研发 recipe， 你都是要一边做一边称。对，基本上就是做的时候直接称完以后，我们再去做一些调整这样。哦，这边都是比较招牌的菜色。因为我们的 à la carte 跟 tasting 的区隔呢，是我们比如说一些招牌的就会放在 à la carte， 比如说等一下我们会做的其中一道料理。哦。有 tasting 的话呢，可能主要就是以 seasonal 为主。是。所以可能很多时候是有一些菜是先放在 tasting 里面，如果大家都很喜欢的话呢，可能我们就会把它放在 à la carte 里面。哦，原来如此。这边我已经看到你鱼露酱汁的配方了。对，这个就是现在我们做的这个。哦，现在做的就是其中。没错。哦，没错。所以你这个285克的糖，对，是在这里面吗？对。哦 ，OK。对。酷。是。你有想要出书吗？你会出书吗？还是再说。但已经先有料理课了。其实料理的话，你在餐厅做，但我们在这边的话，作为就是 professional 的话，我们很多东西很 precise。对。但是我觉得其实做菜应该是疗愈的，所以 cooking class 的话呢，在家里面做，其实应该是要 enjoy cooking， 所以也不用特别去。但我们还是会说我们要放多少的配方，但是我觉得多多少少的话，其实可以是比较可以轻松一点。对。开箱完 Longtail 的厨房之后 ，Chef King 要教我做一道 Longtail 的招牌菜哦，是哪一道菜呢？这留在下集揭晓啦。那就请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哦。那最后不要忘记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开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